各位好，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今天我們來講 Google， 也就是它的母公司 Alphabet。過去整整2年，華爾街有一個共識 ，AI 的崛起會要了 Google 的命。理由很簡單 ，ChatGPT 橫空出世，人們不再需要打開搜索引擎，直接問 AI 就行了。這個邏輯聽起來無懈可擊，很多分析師據此下調了 Google 的預期，很多散戶因此賣出了 Google 的股票。結果呢，就在上周 ，Google 發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財報，當天股價單日暴漲近10%，創下了2004年以來的最大單日漲幅，股價直接打到歷史新高。更諷刺的是，那個 AI 要殺死搜索的故事，反而成了這次財報裡最強的亮點。Google 搜索的查詢量在這個季度創下了歷史新高，也就是說，越多人用 AI， 反而越多人在用 Google 搜索。這和市場2年來的主流邏輯完全相反。今天這期節目，我們就來解剖這張財報，講清楚 Google 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哪些事情值得你認真警惕。我們先把數字擺出來，把地基打好，為了之後的分析有根據。這個季度 Alphabet 的總營收是1099億美元，同比增長22%。利潤方面，淨利潤是625億美元，同比增長了81%。每股收益5.1億美元，而華爾街分析師的預期只有2.63美元，也就是說 ，Google 的實際利潤幾乎是分析師預期的2倍。這已經不是超預期，這是在打臉。更重要的一個細節，這是 Alphabet 連續第11個季度實現了2位數的營收增長，不是偶然發力，是系統性的持續表現。然後我們來看3塊核心業務，分別是搜索廣告、雲計算、YouTube。搜索廣告這個季度收入604億美元，同比增長19%；雲計算200億美元，同比增長63%； YouTube 廣告99億美元，同比增長約13%。但 YouTube 這塊有點小遺憾，略微低於華爾街的預期。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不就是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嗎？有什麼好分析的？不，漂亮成績單背後有3個非常值得深挖的邏輯斷裂，我們一個一個來講。先講搜索這塊，在過去2年裡，市場對 Google 的最大擔憂就是這一塊。ChatGPT、Perplexity 各種 AI 助手被認為是會取代搜索引擎的下一代入口。很多報告、很多 KOL 都在說，年輕人不再用 Google 了，他們直接問 AI。但這個季度的數據把這個敘事打得很難看。Google 搜索的查詢量達到了歷史最高點。CEO 桑達爾·皮查伊在財報電話會上說，AI Overviews， 也就是 Google 搜索頁面頂部那個 AI 生成的綜合性摘要，正在驅動搜索量增長。用他的話說 ，AI 功能讓用戶越用越多。這裡有一個值得細品的邏輯：以前你搜索一個問題，可能就是搜一次，點開一個網頁，結束了。現在有了 AI Overviews， 你得到了一個答案，但這個答案激發了你更多的問題，你繼續追問，繼續搜索。這就是為什麼查詢量在漲 ，AI 功能不是在替代搜索，至少目前來看，它在擴大搜索的用量。搜索廣告收入同比漲了19%，也印證了這一點，錢跟着流量走。但這裡我要說一個市場上比較少有人提的反面邏輯，表面上搜索量創歷史新高，但背後有一個結構性的矛盾正在積累，用戶越來越滿足於看 AI 的摘要，而不點進任何網頁。有數據顯示，2026年初 ，Google 搜索中大約58%的搜索行為最終沒有產生任何點擊，用戶看了 AI 的答案就走了。這對 Google 自己的廣告生態是個什麼影響？ Google 的廣告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用戶點擊搜索結果進入廣告商網站來變現的。如果越來越多的用戶只看 AI 摘要就離開了，那麼廣告商的錢能花在哪裡？Google 的解決方案是直接把廣告插進 AI Overviews 裡面。現在 AI 摘要的區域內也開始出現付費廣告了。這個策略短期看是合理的。Google 把原來在網頁鏈接旁邊的廣告搬進了 AI 摘要裡。問題是，用戶對這種廣告的接受度如何，點擊率如何？這些數據 Google 目前沒有公開，廣告商也反映報告裡看不清。所以查詢量創歷史新高這個數字是真的漂亮。但它能否持續轉化為廣告收入，背後的路沒有那麼平坦，這是第一個要想清楚的事。接下來講雲計算，也就是 Google Cloud 這塊，這是這張財報裡最讓市場激動的部分，也是我認為最值得深想的部分。
單季度200億美元，同比增長63%。先對比一下，這個增速遠遠超過了分析師50%左右的預期。要知道，亞馬遜的 AWS、微軟的 Azure 這兩個雲計算霸主，增速都沒有 Google Cloud 這麼快。更關鍵的數字 ，Google Cloud 訂單積壓，也就是已經簽約但還沒交付的合同金額達到了4620億美元，比上個季度幾乎翻了1倍。4620億美元是什麼概念？ Alphabet 整個公司2025年全年的总營收大約是4030億美元，也就是說 Google Cloud 手裡的已簽單未交付合同比母公司一整年掙的錢還多。這不是預測，是白紙黑字簽了字的合同，企業客戶已經把錢承諾給了 Google， 等着 Google 去交付。而且 Google 表示，這4620億裡預計超過一半會在未來24個月內轉化為收入，這才是為什麼股價漲10%的真正原因。市場的反應不是在獎勵這個季度的利潤，而是在定價未來2年的收入能見度。這裡有個細節值得單獨講， CEO 桑達爾·皮查伊在電話會上說了一句話，企業 AI 解決方案首次在這個季度成為 Google Cloud 的主要增長驅動力。這句話的意思是，過去 Google Cloud 賣的主要是存儲、算力這些基礎設施，而從這個季度開始，真正推動增長的是企業客戶購買的 AI 工具和 AI 應用。這個切換非常重要。打個比方，以前是在賣地皮和水電，現在開始賣建在地皮上的房子了，附加值更高，粘性更強，也更難被替換。Gemini Enterprise， Google 面向企業的 AI 助手，這個季度的付費月活用戶環比增長了40%。這個數字說明，企業客戶不只是在試用，他們在續費，在擴大使用規模。這是 Google Cloud 這幾年巨額投入後，第一次讓市場真正看到了回報的輪廓。講到這裡，我必須要講一個俗氣的話題：錢。Google 這個季度的資本支出，也就是買服務器、建數據中心的錢，是357億美元。然後，管理層在財報電話會上宣布，2026年全年的資本支出預計在1800億到1900億美元之間。而且 CFO Anat Ashkenazi 說了，2027年的資本支出會在2026年的基礎上大幅提升。我幫你翻譯一下。Google 正在以一個在科技公司歷史上幾乎前所未有的規模往 AI 基礎設施裡砸錢。2026年光資本支出就快2000億，2027年還要更多。這裡有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市場上存在真實分歧的地方。這些錢花出去能賺回來嗎？支持者的邏輯是 Google Cloud 的訂單積壓已經到了4620億，需求是真實的，產能是瓶頸，所以必須建。你不建，客戶就跑去 Amazon 和微軟那裡了。這是賣方市場先占位，回報後來。質疑者的邏輯則是，雲計算行業現在有4家超大規模玩家在同時瘋狂擴產， Amazon、Microsoft、Google、Meta 都在以1000億級別的資本支出往裡砸。如果大家都在建，那供給就會超過需求，價格會下來，利潤會被壓縮，這筆賬很可能沒有現在紙面上那麼好看。我個人覺得這個質疑是有道理的，但它更多是一個中長期的風險，而不是近期的威脅。短期內需求確實在那裡，4620億的合同不會憑空消失。但有一點需要跟蹤，這筆錢花出去之後， Google Cloud 的利潤率是否在改善，毛利率有沒有在上升。這個季度 Google Cloud 的利潤率比去年同期有所改善，但並不是大幅的跳升。這就是說，雖然收入在飛速增長，但規模效應帶來的利潤率提升目前還在爬坡期。如果後續2-3個季度利潤率沒有明顯改善，那花錢能掙回來這個故事就會受到挑戰。這是第2個需要持續觀察的點。我知道很多人看 Google 的財報，關注點都在搜索和雲，但今天我想單獨講一講 Waymo， 因為這個資產正在被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重新定價。Waymo 是 Google 旗下的無人駕駛出租車公司。這個季度 Waymo 每周完成了超過50萬次全自動駕駛接送。就在今年2月 Waymo 完成了新一輪融資，總額160億美元，融資後估值1260億美元。1260億美元，這已經比通用汽車的市值還高了。你知道 Waymo 之前上一輪融資的估值是多少嗎？450億美元，時間是2024年10月。也就是說，短短1年多，估值漲了將近3倍。Waymo 的目標是2026年實現每周100萬次接送，
並擴展到全球20個以上的城市，包括倫敦和東京。但我想在這裡提一個市場上比較少有人講的角度。Waymo 目前的估值是1260億，如果它完成每周100萬次接送，按每次平均18美元的票價來算，年化收入大約是10億美元左右。1260億除以10億，估值倍數是126倍收入。同類对比 ，Uber 目前的估值大約是年收入的3到4倍。所以，無論你怎麼看 Waymo 的未來，它現在的估值是在定價一個極度樂觀的場景。它需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高速擴張，才能支撐這個價格。但這裡有一個有意思的事實 ，Waymo 的擴張速度受到一個非常物理性的限制，它是真實的汽車在真實的道路上行駛，你沒辦法像軟件一樣在服務器上複製粘貼。每進一個新城市都要培訓系統，獲取監管許可，採購車輛，這是一個非常重資產、非常線性的擴張過程。Phoenix Waymo 最成熟的市場花了5年時間才達到現在的規模。Austin 去年3月上線，9個月後只佔總騎行量的 8%。Atlanta 去年6月上線，現在也只有 4%。所以擴到20個城市這個計劃放在幻燈片上很漂亮，但實際的爬坡速度大概率會比市場期待的慢。Waymo 值不值1260億？每個人有不同的判斷。但它目前是 Alphabet 旗下 Other Bets 裡藏着的一張牌，市場還沒有完全把這個資產的價值計入 Alphabet 的股價。有分析師認為，如果把 Waymo 的1260億估值部分折入 Alphabet 的市值，這本身就是一個至今被低估的細節。懸在頭上的那把刀，反壟斷。任何一期關於 Google 的深度分析，如果不提反壟斷，那就是不完整的。目前Google 同時面臨2場重大的反壟斷戰役。第一場是搜索反壟斷，美國司法部起訴 Google 非法壟斷搜索市場，已經在去年贏得了初步勝訴。今年2月，司法部和35個州聯合提起上訴，要求法院採取更強硬的結構性補救措施。他們的訴求之一是強制 Google 出售 Chrome 瀏覽器，同時修改它與蘋果等手機廠商之間的搜索默認協議。這個搜索默認協議是什麼意思？簡單講，就是蘋果每年收取幾百億美元，把 iPhone 上的默認搜索引擎設置成 Google， 這是 Google 搜索流量的重要來源。如果法院要求取消這類協議， Google 的搜索流量可能會受到衝擊，損失可能高達每年100-200億美元。第二場是廣告技術反壟斷，一位聯邦法官已經裁定 Google 在出版商、廣告服務器和廣告交易市場上存在非法壟斷。司法部正在推動強制剝離 AdX， 也就是 Google 的廣告交易平台，裁決預計在2026年內出來。這2場官司，哪怕其中一場的結果對 Google 不利，都會對它的業務模式產生深遠影響。我想在這裡強調一點，市場很多時候會低估監管風險，因為訴訟曠日持久，結果遙遙無期，投資者往往把它當作背景噪音來處理。但歷史上真正影響過大公司命運的結構性監管，往往是在所有人都不當回事的時候悄悄臨近的。當然，也有反方的觀點值得考慮。法院在歷史上對科技公司的結構性拆分極為謹慎，通常更傾向於行為性補救，也就是要求公司改變某些做法，而不是直接強制拆分。微軟在2000年代的反壟斷訴訟就是這樣收場的。但歷史上不常發生不等於不會發生。這件事值得你放在風險清單裡持續跟蹤，而不是完全忽略。最後，我想講一個更底層、更慢熱，但可能更重要的邏輯，一個被忽視的結構性問題：搜索的流量在向誰流？Google 搜索廣告這個業務表面上很健康，查詢量創新高，收入同比增 19%， 但有一件事情正在悄悄發生變化。這件事就是Google 搜索的結果頁面正在變成一個信息終點，而不是交通樞紐。AI Overviews 讓用戶在搜索結果頁面上就得到了答案，他們不再需要點進任何網站了。有數據顯示 ，Google 超過一半的搜索現在是零點擊搜索，用戶問了 ，AI 答了，用戶走了，沒有任何網站從這次搜索裡獲得流量。對 Google 自己來說，短期內這沒有問題，他把廣告插進 AI Overviews 裡，繼續收錢。但這件事情的長期隱患是，它在系統性的破壞支撐整個互聯網內容生態的經濟模式。出版商靠 Google 搜索引來流量，流量變成廣告收入，廣告收入支付記者、寫手、內容創作者，
現在流量沒有了，這條鏈條就斷了。如果內容創作者無法從流量中獲得收入，他们就會停止生產內容。如果沒有新內容被生產出來， Google 的 AI 拿什麼來訓練，拿什麼來生成答案？這是一個生態的自我消耗。Google 的 AI Overviews 用的內容來自互聯網的出版商，但 Google 的 AI Overviews 又在殺死這些出版商。短期內，這個矛盾不會壓垮 Google， 但3到5年維度來看，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結構性張力。Penske Media 多家新聞集團已經在打官司了。英國監管機構已經開始介入，要求給出版商提供選擇退出 AI Overviews 的權利。這件事不會在某一天突然爆發，但它會以一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改變搜索廣告業務的長期底色。聊到這裡，我們把這張財報的核心內容都捋了一遍，讓我給你一個總結性的框架。Google 是一台什麼機器？過去20年，它是一台流量機器，掌握搜索入口等於掌握互聯網流量。流量變現成廣告收入，簡單、暴利、穩定。現在，它正在從流量機器轉型成基礎設施機器。這台機器的新核心是 AI 和雲計算。4620億的合同積壓告訴你，企業客戶已經在大規模購買 Google 的 AI 基礎設施了。Gemini、TPU 芯片、數據中心，這些是 Google 在未來5到10年的競爭護城河。這個轉型的進展比市場2年前預期的順利得多。這就是為什麼財報出來之後，那些唱衰 AI 要殺死 Google 的聲音一夜之間集體安靜了。但這個轉型還遠沒有結束，甚至剛剛開始。投資者需要跟蹤的問題，我給你3個。第一， Google Cloud 的利潤率會不會在接下來幾個季度持續改善？如果花了那麼多資本支出，但利潤率沒有拉升，這筆投資的邏輯就需要重新審視。第二， AI Overviews 的廣告模式能不能在不破壞用戶體驗的前提下持續變現？查詢量在漲，但每次搜索能賣出去的廣告是不是在同步增長？第三，反壟斷的進展，特別是搜索默認協議這塊，法院的裁決一旦出來，影響會非常直接。這3個問題到2026年7月底的下一季財報就會有更多答案。Google 這家公司在過去30年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說它快不行了。然後他每次都活得比唱衰他的人更好，但這一次的轉型規模之大、投入之重、風險之複雜，都是過去所沒有的。如果你在關注這家公司，值得花時間真正弄清楚它在變成什麼，而不只是看它今天漲了多少。好，這期節目就到這裡，我是美股坐標系，我們下期見。